数据医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跟当初做电商上网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很多病人体会到这样子的经验，我不需要那边等1个小时，对吗？排队挂号，时间到的话，我只是跟医生线上了5分钟就解决了，药就在家等。那这个方便呢，跟现在这个在线上买吃的、买喝的是一样的概念的。那我们在疫情之后去做了一个调查，有65%的患者用过这个线上医疗的，都希望说他们去看的诊所都具备这个线上医疗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去看。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概念就是把家里变成是医院的延伸，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一个说辞啊，家就是诊所，诊所就是家。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以及收看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 Ucrest。那么其实 Ucrest 是号称是业界最先进的云端医院和移动健康服务的提供商。那目前呢，公司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中国，包括的是上海、北京、成都都有业务，并且是在美国、还有台湾以及越南都有合作伙伴啊。那么其实 Ucrest 它的 iMedic 的云端医院目前在美国、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印尼等等这些国家呢，它是用于在心血管疾病、还有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症还有其他的病症呢，其实它是一套的疾病的诊断还有管理以及治疗的系统。那么根据大马股票交易所所公开的这个资讯呢，目前 Ucrest 的市值是7435.63万令吉，那么过去30天内平均每天的成交股数是673.01万。那么在近期呢，也就是在2024年3月份结束之前呢， Ucrest 就宣布与非洲卢旺达数字平台 Stay Online 公司一起来合作，把人工智能 AI 还有这个医疗的物联网引进非洲 Stay Online 的这个数字平台啊。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坐在我对面的就是 Ucrest 的 CEO 吴嘉义吴先生，欢迎你。你好，主持人你好，任杰你好。今天您来到现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请您先来介绍一下 Ucrest 这家公司，还有你们的业务范围。Ucrest 是一家在这个 East Market 上市的公司，我们开始在做这个云端，您这里是叫那个云端医院嘛，其实线上医院或是数据医院啊，这个大概是在7、8年前。那最早的时候呢，第一个项目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在中国。中国呢，那时候正在打造一个所谓的这个 Smart City 智能城市。这个地方在离上海大概3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在负责这个项目的话，其实是广电的当地的广电就是跟我们这里的那个做 Cable TV 的差不多一样的运营商啊。那时候希望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说把那个慢性疾病的病人呢，留在家里来管理怎么管理呢？就是在家里面呢，都具备就是安装了这些穿戴式的一些仪器，比如说蓝牙的血压机啊，或是血氧仪啊，或是包括那个体重的 BMI 的仪器啊，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点的比如血氧仪啊这些，在家里面都具备这些仪器，目的的话就是让他们自己能够每天的量测。每次量测之后的话，这数据的话就上到云端，呢，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做这个智能的 AI 的这个功能了那在里面的话就能够自动的在做这个计算跟分析，如果不正常的话就启动这个在后台是连接到社区医院跟医院的话的医生，有在值班的医生的话就连线了让这个医生呢直接能够对在这个家里的病人呢看到不正常有异常的情况呢，跟他做一个诊断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有需要这个药物的话，就是医院的话就送到家里来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概念就是把家里变成是医院的延伸是医院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一个说辞
家就是诊所，诊所就是家，是这个概念啊。了解。那其实经过您这样子的分享呢，我们就可以大致去了解到你们的这个业务范围。那其实我非常好奇的就是说，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我相信远端医疗它是大家都必须要去，因为当时大家都不能够出门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刚需啦。那但是在疫情过后呢，似乎大家对于远端医疗的这个需求，似乎很像还是比较愿意到医院去跟医生面对面的来看诊，至少我自己体感啊，就是我看到周边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您认为，其实在疫情之后的这个世界，对远端医疗的这个需求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我先讲一下这个疫情间啊，疫情间你也知道嘛，医院的满载了嘛，满载的话，实际上的话就根本就收不了病人了。我就讲一个那个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的例子的话，就是好像暴涨，有一天暴涨到3000的时候，马上就医院就爆掉了啊。那爆掉的话，那时候那个卫生部的话就跟我们联系。已经是晚上跟我们联系说，看能不能今天呢弄个几十个医生在线上。第二天的话就开始那个病人就受不了了嘛，进不了医院嘛，所以就开始在线上的话管理这些新冠的病人，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大概3年吧，2年半3年嘛，这疫情就过去了嘛啊。那我就讲说这3年这2年半或者3年之间呢，这个它的效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呢，新冠是一个死亡率蛮高的，算是一个蛮高的一个疾病了嘛啊，再加上呢，得新冠的人并不是年轻得新冠的人，也很多的话得新冠的人的话是他有慢性疾病的，就包括是肿瘤的或者包括那个心脏病的，或是糖尿病的，等等都有，包括我们管理的专长，这些病人都是我们管理，就是孕妇的新冠这2条人命嘛这个效应的结果是什么？三方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认知第一个是什么？政府发现说，实际上远程这个医疗，我们讲远程医疗是线上医疗，其实在这种比较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就能够管理，那你伤风感冒有什么不能管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前呢，在新冠之前呢，疫情前呢，这些医生其实是阻力最大的，因为他希望病人到他那边来可以更多的服务了我们就讲到这样子就好了那病人如果不来的话，他这个要做更多的服务他就不能做了嘛其实也是业务的问题了，希望是业务增加嘛那医生也意会到说，如果是病人这样子方便的话呢，那这个需求是一定也是有的那以前他们理由是说，病人一定要来，我要摸摸他肚子，要看看他实际上也不见得嘛，现在都没看嘛，都已经是过2年多的话都可以管过去了嘛第三个是什么？第三方的话就是病人本身。就像那个任杰你刚才讲的你还是有个习惯去看医生也许你那时候没有在线上受到管理所以你还是想去看医生。那很多病人体会到这样子的经验，我不需要那边等1个小时，对吗？排队挂号时间到的话，我只是跟医生线上了5分钟就解决了，药就在家等。那时候的确就是不能出门嘛，药就在家等。那这个方便呢，会跟现在这个在线上买吃的买喝的是一样的概念的所以这个习惯呢，其实只要他病人一开始有这个体会之后呢，或者这个体验的话，以后的话他是习惯这个的。所以现在呢，那些已经有这些体验的话，他都希望说能够这样做。那我们在疫情之后去做了一个调查。做一个试调了就发现是什么呢？有65%的患者用过这个线上医疗的就是2/3了吧都希望说他的那个医生这个诊所，他们去看的诊所都具备这个线上医疗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不去看。所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疫情之后的话，这个有没有减缓下来其实没有减缓下来，其实它在上扬。OK， 所以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在上扬对，但是基本上其实在推广这个远端医疗的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贵公司做的足够吗？推广的话，这个是现在这个医疗跟当初在线上做这个
电商，我们讲电商的话，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嘛。2000年，阿里巴巴推广了15年才起来嘛，那个只是卖东西，医疗的话更难了嘛啊。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已经做了差不多将近10年的工作，最早是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在推广了啊。那这个推广的工作其实是还是不够的啊，但是这个不够的话，并不是说我们一家公司去做就可以的，并不行的啊。这个因为医疗行业是管制行业。这个卫生部啊、政府这些等等啊，有管制的。真正要推动的话，还需要政府的大力的推动才可以的。如果他不推动的话，这个还是慢的。我讲的推动的话，就是包括那个法律的修正啊、法规的修正啊。如果这方面都没有的话呢，它是一个阻碍。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推广上面，你们也有你们的局限，是不是？因为这个法规的关系，所以是必须要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服务的医院，他们来去进行推广，这样子才比较合乎规定吗？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这个啊，就是说。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啊，比如说你看病看医生保险给付对吧？保险会你可以去理赔这个钱嘛啊。那有些保险公司说你在线上看的话我就不理赔，那是不合理的，但是没有明文规定他一定要赔嘛，对吧啊？说他可以不赔。所以这些就是一些黑白之间的这些规定不明朗的地方啊。那政府的话就是要极力推广这块它好处当然就很多了，我先不讲这个了啊。但是基本上的话，它是一个受法律管制的一个行业啊，那它就必须要政府去修正这些法案、这些法令的话，才能够很明确的让这个行业呢发展起来。那如果政府推动得当，那肯定会做得更好。为什么呢？你可以战略性的就是策略性的去做什么呢？把法规调得更松、更广、更远一点，那这样子空间就大了一点嘛。你甚至可以跳过别的国家你比他走在更前面，因为这个行业是属于法律管制的一个行业。了解。那么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财经节目嘛，所以相信很多的投资人都在收听这个节目所以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来说服投资者的话或者是现在有意来进场来购买你们的股票的面对于这些朋友，你会怎么样子来说服他们说，其实远端医疗是有前景的？有中长短的投资人是看跟哪一个人讲了医疗行业呢，其实是跟那个做药的是一样的，它的周期比较长的因为也受到法律的管制什么等等的话，这个推动期的话是比较长的。当然这个从业务的角度来看的话，小有小的做嘛，大有大的做嘛，小的也要赚钱嘛，大的时候也要赚钱嘛那如果是作为长期的投资人来说的话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为什么呢？很明确的这个远程的医疗或是数字医疗，我们简单说数字的医疗，它是一个是肯定会成长起来的一个行业一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话并不是在线上看个医生那么简单而已，不是它后台的像我们的平台里面还有物联网，还有一大堆仪器本身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以前的话你很少看得到这穿戴式的仪式，现在的话除了这个穿戴这个传感器帮你量测以外的话，甚至于简单到什么呢？一个相机的话拍拍你的脸的话，可以测你的血糖血氧这些之类的所以这是一块在成长的。另外一个成长的话，就是数据进来之后经过分析，这些分析是什么分析呢？现在的话的智能就是 AI 在分析了所以 AI 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角色。那这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深的，怎么说呢？我估计是做50年做不完。为什么呢？它是针对病种每个疾病要做分析的，包括比如说一个乳腺癌也有很多种，对吧？血癌也有很多种，它分析的非常细的才能够做精准。我们常讲的是精准医疗嘛这一块的话会发展的很快也很深也很远。所以长期的投资人的话，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长远内的投资嘛短期就不用说了，进的话3年后出的话，那个我们也管不了这个他就要看那个市场的买卖这个一般的市场的趋势了那中期的话，比如说我们是3个月、2个月这样子的话，这些目前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活动嘛我刚从卢旺达回来嘛，上周从卢旺达回来，你也知道嘛，我们的消息人是跟当地的 Stay Online 这个公司签署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合约也就是在卢旺达以卢旺达当基地来推广这个数字的医疗。那卢旺达为什么卢旺达？因为卢旺达的话就是非洲的新加坡
他们想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那的确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也发觉就是他们真正在推动这个地方打造了一块很大的一个地我不知道多少亩地了但基本上的话就变成是一个医疗的一个中心。他们的这个期望的话，就是在非洲变成是非洲的一个医疗中心，不只是卢旺达而已那中期的投资人的话，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中长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了。是了解。那其实我相信说，在这个能够挺过疫情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了不起的公司谢谢。那我们如果回去在这个财报当中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在2023年你们的收益是1355万，那么在2022年呢是1234万，所以这个22年到23年的这个成长，感觉上其实如果在一般的眼光来看的话，可能有成长，但是很像不是成长很多你自己个人满意这样子的成长的幅度吗？都可以做得更好了不能说不满意，也不能说满意了因为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之前种下的一些结果呢因为预算这个政府的医疗是政府的预算嘛它会挪用比如说原来是要做在我们平台发展的，那疫情一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停止了就把它转到在疫情上面用，所以我们这边有损那得的部分呢是什么呢？在管控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采用这个线上的医疗的方式的话，那当然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得了嘛但是很多政府的话，那时候忙着的是什么呢？忙着的花钱在买这个口罩对吧？买这个疫苗什么等等的话，那个钱的话就弄到那个地方去了。很多国家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那个业绩在这原来已经打造的这个业绩的话就下滑了得的部分的话，就是那些国家如果是有在投资在这个远程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得了一些嘛了解。好，其实您刚刚也有提到说，刚刚从这个非洲回来嘛，所以想要跟您讨论一下关于现在在非洲的一些合作那和非洲公司的这个合作会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吗？其实真正看到非洲市场的优势，你刚才有提到说其实罗旺达就是这个非洲的新加坡，那除了是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像新加坡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中心之外，它还有哪些优势是你们看中的？就是我去之前，他们也跟我讲说，这个地方的话又干净又安全那半信半疑的去了去了之后，的确就发现这个地方，第一次花了这个过去的20-30年呢，打造了一个安全跟一个比较美好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的确，路边的话你看不到纸屑之类的晚上你可以看到11、2点的话，你看到那个小孩那些太太妇女们呢，就在街上走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那的确是打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那老百姓的水准呢也很有礼貌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话，这个地方又危险什么的，这个都不存在它的确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那做金融的话，其实它的目的也是以非洲为主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中心。第二个的话是医疗中心，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邀请我去的话，其实是为了这个那我给他们的建议，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是说你不需要再按照传统的模式跟过去呢打造一大堆医院，像我们马来西亚医院一大堆对吧，诊所一大堆，爆满暴涨了然后我说你可以把这些基本的这种建设呢，其实是不需要的那也不是完全不需要，还是需要了但是你可以跳过去的话，就走在这个数据医疗嘛数据医疗的好处呢是线上的医疗，线上的医疗的话，你就没有受到这个国界的这个限制了嘛包括那个比较乡下的一些地方的话，它一样可以有能力到线上的话看到甚至于美国的医生对吧？那我们在那边做的事情的话，基本上是这3大项。第一个呢是把它的医院实体的医院呢数据化，然后同时呢把它弄成线上，也就是跟我们开一个实体店跟做一个电商是一样的概念了，就是做线上跟线下的业务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马上是变成是那个医院的业务呢，可以扩展出去了啊，服务到整个非洲，甚至超过非洲都可以啊，不限制，不受限制。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跟他做一个所谓的 Center of Excellence。那的用意的话是做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也把他们的一些人才纳入进来，在我们平台继续做一些研究开发。那这包括做科技的人，搞科技的人，包括医生啊。这样子来一起合作，这是第二点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什么呢？不一定是我们做的东西他在用，他们做的东西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一起使用。那不只是在他那边使用，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客户群里面使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三个的话，做一个培训中心，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培训中心了，就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在那边搞了一个培训，很大的一个培训中心。那我们呢，因为过去我们这7-8年呢，在我们平台上累积了不少的专家。这专家的话是国际的一些专家，像美国啊做肿瘤的，在那个中国做心血管啊什么等等啊。那我们就希望是透过这个他的培训平台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些优质的这个医生啊，能够带到那里去帮他做个培训。把当地的医生呢教起来，也同时呢也可以提供这个远程的医疗的服务。所以其实听您这样子分享呢，可以让我们更再进一步的去理解到为什么很多公司它要做这个国际业务。其实因为你开拓一个新的市场，你也在这个新的市场当中，你会有一些的学习啊。那我们很乐见看到 Ucrest 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学习，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回头再来看看你们过去的一些的发展，还有你们过去曾经做的一些的事情，现在是不是有开花结果了啊？那去年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你们宣布跟中国的航速科技来合作，保健市场 AI 打印技术啊，这个是听起来是一个蛮酷炫的技术，因为在这个医疗的市场当中，我们用 AI 打印的这个技术啊，我看到其实里面的内容，包括有些很像我自己未来都可以用得到的一些技术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跟中国航硕科技合作的一些后续呢？我们的平台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啊，就是从小孩生出来的话，年纪大的100岁的人都是可以用，医疗嘛，每个人都是病人嘛啊。这个 3D 打印是这样子的啊 ，3D 打印整体的来说啊，还是在这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其实技术也蛮成熟的有一些，但是在从我们的角度的话呢，是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呢，用在医疗上面啊。医疗上面，你知道人体疾病的话是非常客制化的啊，包括我们的牙齿啊、骨头啊，每个人长得不太一样啊。那稍微偏移一点了以后的话，就是治疗的不好了嘛啊。我们要做的话是什么？利用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呢，做几个其实主要是2大科啦。第一个是齿科，甚至于要做这个换牙齿啊，那等等的话，这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骨科。骨科在用的话，像比如膝盖要换膝盖呀，什么等等的话，这些都要客制化的啊。现在的技术是没有这样子，就是比如说骨盖，你要膝盖也要换的话，那是怎么呢？它就是做了一大堆的，做了50个，你从里面挑一个最接近你那个啊。那如果 3D 打印的话，你就可以是拍了这个影像之后呢，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 3D 把它这个模型做出来的话，你就按照你这个需求去定制，是这样子的啊。是了解。那么其实我相信在非洲的这样子的一个拓展也好，或者是在过去跟中国方面的这些的合作，相信在未来的接下来的这一年，对于 Ucrest 来说应该是非常的精彩。你为公司定下了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业绩目标？然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你们会打算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去达到这个目标？目标是有定了，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对外宣布第一个呢一定要跟对布萨宣布，不然的话你也不能对外宣布当然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倍数成长它是经过酝酿一段时间，任何新科技的一个发展的话，它经过前几年的酝酿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它会变成一个曲滚球的这个趋势一个成长了。那我们正在努力的推动这一块，如果推动这一块起来，它就像滚雪球这样上去了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了你只要看到它的这个趋势往上比较直线的成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话，它自然的话成长，
你想它不成长都不行的了一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也是努力的一个目标。了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就是可以是诊所，就可以是医院但他其实要做到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些门槛呢？那你们要如何去拟评这个门槛？比如说，我如果家里面我要让我自己的住家可以成为是诊所的话，要能够远端的让医生来为我进行诊断，是不是我在家里面也需要配备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器？是的，的确是我也不觉得这个是门槛因为这个现在你买这些，比如血压机这些都是无线的不管蓝牙是 WiFi 的血压计、血氧仪，包括一个心电图，其实最基本的这是3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的OK， 那这个你线上也就可以买了，不一定是跟我们买了你买下来的话大概也就几百块钱马币所以它已经是很便宜那这些仪器呢买了之后是全家可以用，第一个，第二个，这种仪器的话是很耐用的10年还是一样的，你看那个医生诊所那个血压机10年还在那，15年还在那里嘛所以如果你这样分摊下来，它1年才20-30块、40-50块嘛，所以算是很便宜、很优惠的那线上的话，长期来说，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你可以看到，在线上的电商在卖东西，它一定现在比线下便宜嘛，它没有租金嘛。对吧？它没有租金，没有包括一些行政人员的管理的费用，说整体来说，你做一个实体的诊所，你肯定成本一定会比线上那个高的那再加上在马来西亚，现在医生有点是过多了嘛像那个政府的医院里面培养一大堆医生，现在的话，政府那些合约的 contract doctors 他们讲都太多了那很多要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有一大堆的诊所所以很多诊所的话，现在做这个生意的话，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它不一定要做实体店嘛它可以线上就可以开始做了。线上开始做的话，没成本就是你的时间就是成本嘛。这跟那个 Grab 开始在开车是一样的概念的那有人把它变成 full time 也在做，有人是 part time 也可以做了你做的成熟的能累积的你的患者病人之后呢，其实你就是一个变成是一个在线上可以做的生意。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如果一个医生，一个 GP 吧，一般的家庭医师，如果他专注在做这个慢性疾病的管理，你知道慢性疾病的管理的话是这样子慢性疾病比如你的高血压，你是吃一辈子的药到你最后一天。糖尿病一样的那个胆固醇过高也是一样的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病如果从今天开始的话，照道理的话是你如果管得好，他要只管他30年40年的，对吧？如果这个医生是专门在管理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的话所以他的那个收入的话就变成是什么呢？固定的嘛。一个患者如果是给你1000块的收入，或是500块钱的收入，你管他1年的话，1000个的话是500千了嘛，就50万了嘛，2000个你就100万。现在外面的实体店的话，1年的话30-40万，就这样子但是你线上呢也可以做到这个业绩但是你没有这个成本差异就很大了嘛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也继续在教育这些医生，我说如果你把你的精力再把病人管好，那这病人就是你的我们在几年前呢也推动了这个全世界改变了这个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什么？就是现在去看病的话，医生的收入的话是你每次去然后收一次费用嘛每一样在收嘛，我们就把它变成什么年费会员的subscription 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你本来就是每个月要拿药的，你本来就是每2个月1个月去看医生的，那我全部打包了，让你无限的来看，那药的固定给你那比如说如果你单次来看要花1000的话，我打个折给你800对吧？我不就有了吗？对不对这样子那个会员病人的话也得到一些优惠，那医生他是固定收入的那如果一个医生把这个病人管得好的话呢，他病人一直跟着你的，你30年就是你的。你今年做了1000个病人，明年再加1000个变成2000了，再加1000，第3年你变成3000个病人在管的了嘛对吧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以科技像我们这种科技平台来做的话，商业模式自然会变的，跟那个电商是一模一样的。了解。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潜在的一些投资人来说来跟他们信心喊话一下接下来 Ucrest 还有哪一些最新的发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数据医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对吧？跟当初做电商上网是一模一样的啊。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算是领航者了啊，不一定是在这个国家，但其他的地区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被邀请到每个地方去，协助那个当地的国家在做这个医疗的数据化嘛啊。那如果是你是一个投资者的话，医疗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长春的一个行业嘛，的确是这样子了。但是将来的这几年呢，会有巨大的改变。那实体的店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线上的业务呢会扩展，那后台的推动的技术的话，一定是这个物联网，包括那个智能的能力在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是做长期的投资的话，我建议这个时候应该是好机会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Ucrest 的 CEO 吴嘉义来到我们财经拷问来做客。其实对于这个远端医疗呢，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请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谢谢。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那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